越来越多人会关注到。听说现在连海外好多的朋友们，包括了台派的朋友们，也要来集资，把论文们这件事情让世界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关注。所以《纽约时报》这个在美国的非常非常大的报纸、非常权威的报纸上面，也会刊载论文们的广告吗？彭皮？对，这个广告稿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稿了。那现在呢，我想这几个在促成这件事情的人，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是中共同路人，因为他们长期在海外是非常毒的独派团体，包括在美国跟加拿大啊，那他们也是非常热心台湾事务。而且，如果我讲出他们的名字，我想在台湾绿营的人不会不认识。如果说在绿营里面的相当核心分子，这些人是长期挺民进党、长期挺这个蔡英文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了。他们要在《纽约时报》上面买广告，广告稿已经做好了，我也看了，很多人都看过了。现在他们就是在集资，要买下《纽约时报》的这个，看能不能买下半版以上的广告，来而且上面还附有一个 QR code， 把论文们还有蔡英文在这些日子来所做的不得人心的事情，全部登在《纽约时报》上。你说，这一枪开的重不重？如果大家知道这一些背后的促成的人，他们长期是怎么样在挺民进党，怎么样在挺包括蔡英文，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路人甲路人乙。我相信民进党看到这个广告也戳了一弹。那萧美琴可能要去那个《纽约时报》做点公关了。就是会麻烦了。先前其实就有全球，我记得好几个地方的媒体串联，那当时看到比较多的是华文的报纸嘛，然后刊载这个论文们的事件。那这一次在《纽约时报》，它对象是给全世界的华人看吗？还是说连包括外国人，他都会有所谓的英文版的，把这个论文们的事件给叙述出来？我觉得海外的这些乡亲其实很有层次的在进行整个论文们跟接触公平正义的事情，因为第一件事情先要在台湾人的社团、华人的社团看得懂中文的人的社团当中先形成共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几乎已经走遍一圈了。我们正准备在2022年开始对英文媒体进行开始记者会，开始包括广告，所以纽约的这一些台派的团体他们就已经主动发动了。发动的时候有问我一些意见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主导的，真的是他们在东岸还有在北美在加拿大的朋友，他们是有够独派跟有够台派，所以我相信民进党看到这些人登广告一定会觉得大事不妙，因为如果连自己的庄脚这些最死忠的支持者都反了，我想民进党蔡英文你该知道民怨有多深啊。对，我这边想就赶快来跟聊天室的朋友来询问一下，当然希望把这个论文们的真相追得水落石出，这是大家的愿望。不过刚刚我提到那种矛盾的心情，就是说一方面你要把这个真相给揭露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二方面又觉得，我们的总统如果是真的这个一笔一笔的这样被揭出来，这样很难堪，你会有这个矛盾心情的。你帮我加1，你会觉得说，不管，反正就是要把它揭露到底，就是他的犯罪行为跟我无关，我也不会为了因为他的犯罪行为而觉得，有点拍谁，帮我加2。我来看看大家的反应比较多的是哪一个？一个就是说，居然我们的总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又这样子掩盖。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为他有点拍谁，帮我加1，然后觉得不会的，帮我加2看看。不过我想要问到彭皮，刚才其实有提到很多最近的进展。先前当然是感恩节的时候很轰动，就是 LSE 他承认说，我这边就是没有蔡英文的口试委员的相关的资料，那包括之前的所谓的法务的主管讲的那些，他反正也通通不认。我看好多人就说，废话，当然 LSE 没有啊，在伦敦大学那里啊，在伦敦大学那里，就是大家觉得说你们是故意的混淆视听啊，这个故意的在那边往那个文字游戏，结果还真的有人实事求是。我看到彭明最近有讲，就是有人上了这个网站，然后去询问。那当然，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网站的，就是说，那一个网站它有什么样的公信力？那他又问了什么样的问题？彭皮可以帮我们来细部来讲一下。
对，这个 What do they know.com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公开的网站，它主要的目的是在英国的 FOIA 就是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英国的自由资讯法，它应该是在2013年左右，到现在可能也还不到10年。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就有这么一些网站，他们作为窗口接受一般民众的询问有关公共事务跟公共资料的揭露，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朱先生啊，他就去问了一下，他说 Doe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ol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oral information exams 就是 Viva for the graduates who were awarded the degree of PhD in 1984，就是一个在1984年的人得到博士的，那他的有关博士口试的有关的资料，伦敦大学是不是拥有？哎，这句话就将军了嘛，因为伦敦政经学院说我没有啊，因为 Michael Richardson 一路追上来，伦敦政经学院说我没有啊，问什么呢？他会说你口试委员的姓名，还有口试的 Viva 的结果的报告。伦敦政经学院说我没有，你去问伦敦大学。结果另外一个这位朱先生呢，他确实是非常厉害，他立刻补上一枪，他马上去问伦敦大学，伦敦大学也跟他讲说我没有。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答案其实很清楚了。后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去问相关的资料。最近1个多月前，又有一个网友他去问了英国伦敦大学说，这1984年的毕业证书啊，拿了一个版本给他看，说，哎，这个版本是真的是假的？结果他告诉这位网友说，对不起，我们没有保留当年1984年的毕业证书的样式。这不是大家都在讲笑话吗？因为现在这1984这4个阿拉伯数字是个非常敏感的数字，一问到1984你就知道，哦，你们又来问蔡同学。所以现在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都在打太极拳。从这边你就知道说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英国人哦，我今年越来越了解英国人。其实我以前对英国跟这个留英的实在是不太了解，我对英国人不了解。现在慢慢很多人跟我讲说，哎，英国人做事情就是这样啊，他们会很含蓄，很绅士，很保守，然后很不着边际，很想面面俱到，然后很怕事。所以他说这是英国处理公关危机的典型的 SOP。但我就问他们说，那怎样才能够逼他们讲实话？他说你跟他缠，英国人啊，你也不要跟他大小声，你跟他很客气、很礼貌性的一直跟他缠，然后多管道的多管齐下，他们一定会受不了。现在果然呢，你看，慢慢的有一些各地的这些见义勇为的人，他们就开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问不同的人，问不同的单位，问不同的问题，然后问一些相关的互相矛盾的问题，问不同的人，你一下就把答案找出来了。所以 Michael Richardson 呢，跟我们在美国在英国端正在进行诉讼的这些同学也很开心。所以今天一大早Michael Richardson 就跟我联络，他说，哎，你说到的那一则就是伦敦大学他也说他没有的那个东西，你要不要赶快寄给我？我吓了一跳，我说，哎 Michael， 你每天都看正经关不了吗？你看你听得懂吗？他就哈哈哈。可能是有人，我猜，或者是他拿那种翻译机啦，及时的在看，有可能。是这个哇塞 ，Michael Richardson 他也是每天晚上，就是他的时间是这样追正经关不了，而且讲中文他要用翻译机去，因为他这个是您昨天晚上有提到这件事情嘛，他立刻早上就来跟你联系，因为我看到里面。包括那个，他本来一开始这个网站他回复说，反正他会帮他做窗口去跟伦敦大学要这个资料。就后来的确伦敦大学回复了，然后说他有哪些资料，我就看到这边有这个毕业生的名字，有这个他取得学位的日期，有这个可能他这个取得学位的机构的名字，然后还有这个论文的 title， 论文的名称。他伦敦大学就说。巴拉巴1、2、3、4，我就有这4项，剩下的我都没了。剩下应该可能要去问 LSE。可是 LSE 先前就说，
哎，我这些我都没有，你要去问伦敦大学，等于那双方互相交叉之后，蔡英文的不管是学位啦，不管是口试委员资料，难道是在平行时空吗？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没有的话，还会在哪里啊？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可以看出来，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啊，伦敦政经学院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扮演被收买的角色比较重，他们涉嫌比较重。那伦敦大学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推脱，一直在推脱，甚至伦敦大学会说：“哟，这些资料呢，我们在记录中有看到，就讲了半天，指的记录是指伦敦政经学院的，包括网站，包括他们所提供的文件。”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跑去这个中央印制厂、财政部印钞票的地方问说：“这张钞票是真的是假的？”就是中央印制厂跟你讲说：“哎，那个刑事警察局的干员说这张是真的。”你就很好笑了，就是你自己本身是这个印制的单位，你不去说这是真的假的，你去说别人说这是真的，所以这个非常可笑。我觉得这个英国人啊，这些老鹰啊，被我们这样缠下去，他真会疯掉。因为我们现在就这样一直戳他，他每讲一句话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话对在一起，然后丢给他说：“请你解释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FOIA 这个信息保护法下，我们就是一直不断在跟这个 What Do They Know.com 跟伦敦大学跟 ICO 在玩这样的游戏。我们把你所有说的矛盾的地方，同时摊在面前，叫你承认。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逼的。我们就几天前得到的那个消息，就是说，论文丢掉这件事情 ，missing 或者 misshelf 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对的。对啊，逼的这个英国的 Tribunal Court 站出来说，你这种说法应该是不行的。那个法官是我见过面的，然后他也知道，我开了10几个小时，然后就为了讲那几句话，然后他也知道我，被通缉，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他那天的态度很好。比起台湾的法官啊，那个什么掉头就走的啦，或者是那种很无理的，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然后很仔细的听，然后也很抓到重点。只是我不会期待英国的行政法院有太多的突破，是因为行政基本上不太调查内容，他只管这个机构有没有应该交付而未交付的般的行政法院，就是你有没有不该给别人的东西没给啊？至于给的东西有没有错，或者给的东西是真是假，他们不负责调查，他们只管你2造的纠纷，一造说这是隐私我不给你，另外一造说这不是隐私啊，你应该给我，他们只管这个事情。所以当英国伦敦大学说因为在某个时间点掉了，所以图书馆没有，我无法给付，无法交付给你后，这个时候，告方就可以说，不行啊，这个没有道理，他会遗失。所以这个时候，英国的资讯官才站出来说，对，看起来啊，这个遗失的说法是不可靠的，所以希望英国伦敦大学说，看你要不要再想一想，看你要怎么去回应别人，用遗失这种方法去回应别人是没什么道理的，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从这一连串在英国这一端的，我们去不断的往前逼近，我觉得会有很大的突破，因为他们已经发现纸包不住火。那刚才讲到伦敦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的关系，我觉得伦敦大学讲的比较接近实话。我们来想想看哈，以徐福来讲，你在政大新闻系毕业，那颁发给你政大新闻系毕业证书的一定是政治大学的教务处或者注册组啊，或者是在那个英国伦敦大学就是它的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啊，他们叫做 Council 啊。OK， 好，那政大会不会有你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细节？政大教务处可能会保有你的成绩单，但是新闻系跟传播学院是一定会有，好，但是政大校方颁给你的毕业证书的时候，他只管什么？他只管新闻系是不是写了一封信，或者是有一个名单告诉学校说这些人要毕业了。那么学校真正保有你的记录，应该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学号，
哪一个系什么时候毕业。那如果是博士生的话，就多一个他的论文题目是什么。所以伦敦大学没有说谎，因为伦敦大学只要得到伦敦政经学院提供的一封信，跟相关的资料说，这个人蔡同学毕业了，1984，论文题目是什么？是属于伦敦政经学院的。好，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去印制毕业证书。对，所以不管怎么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绝对不可能没有他的学生的口试记录跟口试相关的资料。所以如果他说他没有，那就表示这个人根本没有经历过这场博士口试。对，因为他被我们慢慢逼出来，讲的那个1983年10月16号星期天，从那一次开始，他们就逐渐的露出破绽，然后后面就要一直补，一直补，然后这个连元龙就是蔡英文的台湾的律师团队，竟然偷偷的在他们的上诉状当中，把口试日期从10月16号改成了10月17号，因为10月16号不可能，那是礼拜天，再加上蔡英文的出境记录是10月15号，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16号去口试，就偷偷摸摸的改成10月17号。像这种突然发现自己口试的日期不对，这应该开个记者会解释啊，怎么会偷偷摸摸的递一个文件去更改呢？这个笑话其实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在很快时间之内就会出相关的书，还包括台湾的法律诉讼过程当中，这些律师、这些法官、这些检察官，他们闹的笑话，我们会集结成书。哇，刚刚彭比讲说，很快在最近就有可能会集结成书吧？这个到目前可能经历过的一些，不管在司法的攻防啊，或是说在查的证据的这一方面，可能会集结成册。而且刚才彭比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现在是那个伦敦政经学院说没有，伦敦大学也说没有。那过去唯一曾经有说过的那一位法务主管，在这两个人都说没有之后，两方都说没有之后，他也再也不出来，也再也看不到这个人在讲说曾经有凭有据，说曾经看过蔡英文的口尾的资料，而且点出那个是哪两个人。这一位法务主管也后来也突然就没有声音了。对，其实伦敦政经学院这个 Kevin Hans， 他一定会是我的被告。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是论文门的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人，就是我们从2019年的10月份开始密集的追论文门，包括我亲自去了伦敦政经学院，然后林焕强教授在这之前之后，还有我们一些在海外的朋友，大量的去写信去问。大概过了1年后，一直到2020年的11、2月，我们的司法函询问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大学不回应。那万国法律事务所，他们去询问的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这个时候，这个叫做法务主管，叫 Head of Legal Team， 叫 Kevin Hans 的人是在这个时候才跳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身份很奇怪，因为他在这一次的论文门当中，他有点像是指定中继投手，他是一个制造所有英国伦敦端的文件的总窗口。那他之所以有这个 Kevin Hans 冒出来，他冒出来之后就制造了大量的文件。那这个文件呢，就透过台湾调查局在英国伦敦的一个陈小姐，叫 Christy 陈。很奇怪的是，这个案子我们明明是透过司法函询，按理说跟调查局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可以说调查局是法务部的，不过对不起啊，司法的本身是独立的。我们在函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透过台北地方法院啊，所以它不是法务部管的，这是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台北地方法院的刑事庭去向英国伦敦调阅资料，结果中间跑出来一个拦路虎，是法务部调查局派在英国的一位陈小姐。所有来自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端的所有的文件都是透过这个陈小姐，透过她之后才进到了驻英代表处，然后才寄回来台湾给台湾的法院。
所以呢，这个人将来也会成为我的被告或者是证人，我们要来问一问看他到底是什么角色，在一个独立审判的司法函调的过程当中，怎么会中途跑出了一个250，然后出来这个协调证据，这个人，我觉得很有趣。不过我在彭批的心里，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这一次行政法院这个查资讯的这个行政法院的法官，认同了你提出来的证据，比如说他看到你的影片，我这边也准备了一下，当初其实彭批特别跑到英国伦敦的千方百计要去各个蔡英文应该要存放的论文的图书馆，想要各个去看看究竟本尊有没有在里面。我们先来让大家来回忆一段这一段，其实彭批剪辑起来蛮有趣的影片，我们来看看。最热的 LSE 的 library， 这个 library 呢，原本在台湾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因为里面放着一本全世界最神秘的论文，那个叫做 This is a book 的这个黑皮书。LSE library， 我们来了，来，我今天带了刘谦，还带了廖天丁的祖传的那个弟子，我们现在进去想个办法，把这本书给拿出来，好吗？来，走。拿我的信用卡刷刷看能不能。好啊，你刷得过，小编给你100万。国民身份证。好了，赶快选一张。信用卡。我们申请的这个读书证到现在没下来，那说我早就已经被列黑名单了。可是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同时帮我们申请1个多月了，也没下来，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想个办法，好吗？我这趟来呢，除了匹乓之外，当然没匹到，大家也知道，啥也不能看。那还听说呢，要借阅啊，要看这边的论文，还多了一层限制，就是就算你是这大学的本科生啊，你还得要去找老师啊，写个这个同意函，你才能看。这怎么可能？这笑死人！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继续了解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看一本论文？这不是蔡同学的，其他的论文会这么困难呢？好，但是我这一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彭批真的很全才。这个配乐在这个剪接，我一下有点跟着彭批游伦敦的这种感觉，好像外景主持人。明明是一个查案很严肃的事情，不过刚才看到就是 LSE 的图书馆，但是您呈给这一位法官的是这个奥利维法官的是，另外你在别的图书馆里面就的确用这个检阅的资料，各个方面去找都找不到。这其实早在1年多2年之前，大家就已经一翻两瞪眼，应该破案的事情。我在想彭批的心境会不会觉得说，但是你对抗的是一个跨国的庞大的一个机构，那他说反正他眼睛没看到就没看到，要到现在法官才认可到你的证据，然后才变成一个好像是终于有人擦亮眼睛指出国王他没有穿衣服。我不知道这中间的那个过程，其实讲起来的话应该是蛮心酸，而且你又说你还要开10几个小时的车去跟他一个神秘的聚会，然后呈现这些证物给他看，终于取得了法官的相信。不过这2年多来，其实都耗了好多的心力在说服别人这一件事情。有够心酸的，妈把个心酸的。2年前这么帅，然后你看垂垂老矣，都是被蔡同学误，蔡同学误了我的一生。我2年前10号清楚我老婆的生日，我老婆18生日，我竟然是在英伦度过的，真的，我在查案子。我太太是1987年的10月19号生日，她可能是1997啦，或者1987啦，哈，大家去填空。10月19号生日，我从10月17号到10月22号，我都在伦敦。那我刚才看到那个画面，是我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妇女图书馆，那天是10月21号，我进不去，因为我没有图书证。
那刚好那段时间是管制，以前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些图书馆是，你到了现场，你不是学生没有关系，你办证。可是就是那段期间，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那时候我们要组团去匹乓的那段时间，就是论文们已经back on了，那我每天都在做论文们，然后我在那边号召说我要组团去看蔡英文的那个已经上架的放在妇女图书馆的那个错444个字的那个个人收藏。结果当我们放风声之后，英国端就不准外人借阅，所以我去之前我其实知道，因为我没有，他那时候不让外人借，所以我呢就临时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是一个大学生，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大学生，我叫他去帮我查这个论文，结果呢他就很败兴的这个走出来跟我讲说，他们跟我说，因为我是大学部的，所以一定要指导教授有一个说明的这个信，我才能看到这本论文。我听了以后大笑，全世界图书馆没有一本论文啊，说你要借阅还要通过指导教授写一封推荐信，你又不是在看什么这个什么翠玉白菜，又不是要去摸什么清明上河图，你笑死人了。后来我就说好，他是这样讲，那我们就后来我就找了一个研究生。刚刚图书馆不是跟这个大学生说吗？说因为你是大学部的。对，所以呢，我们觉得你要看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做什么研究，希望你的教授能够写一封推荐信，你才能看这本论文。那我说好啊，我就找个研究生进去。结果这个研究生进去的时候，被说的一模你要看这本论文，那你要请你的指导教授写一封推荐信，你才可以来，我们做一个审查，你才可以看看你能不能看到这本书。这简直是笑话嘛！那简直就是天书。全世界有哪一个人的论文要看的时候是要被这个正式的要求一封推荐信才可以看的？所以这就显然，所以我在那个妇女图书馆，我确实是没有进去，我没有看到。可是我不死心啊，我转头就走，就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IALS， 叫做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我们把它翻成高等法律研究院。这个图书馆是英国的所有法学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一定都在这里，它有点像政大的社资，那个社会资料中心的那个图书馆，只要是台湾社会科学的硕博士论文，一定在社资就有。讲到这个，我们又看到蔡同学一个笑话，蔡同学政大当过教授吗？对不对？他在政大当过教授嘛？政大的所有教授的论文，在政大社资都可以查得到。对不起，蔡同学的没有，也没有、所以当年他根本进去，对他就是没有。那我刚刚讲到，就是在英国这一端，我就到了英国的高等法律研究院去，我就跟那个 librarian， 就是那个图书馆的小姐，查蔡英文的资料，我用这种各种方法查，整段我都把它录下来了，而且我面前用 iPhone 录。你在录影因为我回去要交差，我说我这趟是来找这本书的，我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不然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搜寻的过程。后来我们去对照了伦敦大学在1990年就业规定，确实是说，如果你要毕业，你一定要把你的论文缴交到这3个图书馆，而且图书馆会用这个 microfilm， 就是会用那种微胶卷的方式去保存你的论文。除了纸本之外，好，这个就重点，就是你如果3本论文都不见了，那你的 microfilm 就是那个胶卷，一定还在嘛？那再退万步言，你的胶卷也被洪水冲走了。伦敦大学的每一本论文也有编号，而且都会有他的身份证，就是会有他的 card catalog， 就通通都没有啊。当年1984年。法律系毕业的是中南美洲的同学，叫做 Jose Manuel Vega Enrique， 他就什么都有啊，他的论文编号657，每一样东西都清清楚楚。所以像这样子离谱的去诈骗学位的案件，不要说他是总统，就算是小老百姓，可能也没有发生过，因为他的涉案程度真的令人瞠目结舌。他不是只有在台湾骗。他在英国这一端也相当程度的收买了一定的层级的人，才能够让他玩这样的一个游戏。那这个过程，正常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这样子？但事实上，
他就这样做了。对，我刚才听到彭批在讲那个社资中心，勾起我以前那个学生时代的回忆。因为传播学院有时候要去做报告的时候要找报纸，那社科院它是存了不止存论文，它也存了很多的报纸嘛，就是非常多原版的报纸。但是你要去把它印出来的时候，刚才那个彭老师讲的，就是有点像底片那个胶卷，就是我们要用那个胶卷去抠笔。所以说，不管是原版的，或是说像那种微胶卷的这种东西，在英国那边，彭批看到就是说，连胶卷也没有，连原版也没有。那但是同年其他同学的也都有，那真的就是蔡同学不知道为什么遗失了，很奇怪。而且蔡同学自己啊，都有亲笔英文跟中文都写过说，原本应该存放在母校图书馆的论文，不知何故失去踪迹。那现在呢，等于行政法院认证蔡总统说谎嘛，因为他看了彭批就是直接去，然后整场的录影之后，就知道，哎，这正常来讲这应该要有的所以这不会是遗失，这是根本没有放进来啊。这其实2年前，包括了收看政经关不了的同学们，包括了彭批，包括了宇宙政经学院的相关人等，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个事实。那费了千辛万苦之后，2年多之后，终于有法官看到了才相信，才确认这件事情。而且彭批还说花了10几个小时，差点打瞌睡的这样开车去，这真的蛮危险的。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真的累的时候开车想打瞌睡，那真的蛮危险，而且开10几个小时，就是为了把这个证据呈给法官，是不是？对，我这趟开车来一回了大概花了7、8个小时，我就参与了这一个在英国的法庭。我觉得这些案子英国的记者已经在注意了。我不相信这样的案子还可以盖多久。对，所以我还是一直很有信心。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真的白纸黑字，这就是蔡总统自己写的嘛。我的论文，他怪学校啦，怎么不知道怎么样失去了踪影。那现在至少法官认证，这个真的不是遗失。那总统府这边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任何的说法。